大家好，我是 K 君。天国拯救2刚刚发布了 1.2.2 版本补丁，修复了 1.2 版本带来的最大 bug， 会导致主线任务卡死的山羊皮消失问题。经过我的测试呢，现在确实可以在它的藏身处找到它了。虽然还有一些 bug 没有被修复，但也算是能够安心回来愉快的游戏了。所以呢，我想这是一个好时机，给大家聊一聊这个 1.2 版本的重大更新都带来了哪些改变。不过在正式开始之前还是请大家记得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呢你就不会错过这些精彩内容。好，咱们闲话不多说，正式开始。首先呢是新增了理发功能，这个呢也是本次更新主推的新功能在 Trotsky 地区的上哲勒约夫澡堂，以及库腾堡城市西南边亚当的澡堂，现在呢都能找到理发师了。在地图上就是这个梳子和剃刀的标志。大家呢也都可以去给亨利剃一个精神的发型留个六亲不认的胡须让过场动画变得更加喜感。然后呢是官方 MOD 工具正式发布，并且对接了 Steam 的创意工坊。虽然现在内容还不多但是我相信这会让更多的玩家加入到 MOD 创作之中。创意工坊中优秀的 MOD 肯定也会越来越多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除了这2个重大更新之外呢，游戏也进行了海量的 bug 修复和游戏性再平衡。我这里就挑一些感觉比较重要或者是有趣的来介绍一下。第一，这个版本大大削减了玩家可以获得圣安提阿克斯骰子的数量。原本呢在小偷营地这个强盗的身上是有个安提阿克斯骰子的，但现在呢被换成了低出木骰子。在短途旅行任务中呢，攻击的第2个强盗营地有一个强盗身上也有这个骰子，现在呢被替换成了马车御者骰子。库腾堡地区的魔窟酒馆箱子里面呢，原来这个圣骰子也不见了。然后 Troskowitz 和酒馆老板睡觉的那个故宫改了名字，变成了一个骰子玩家只有他身上的这个骰子还在但是呢旁边商人家的家庭主妇身上的圣骰子呢也被替换掉了。这样子原本轻松可以获得5个的这个圣安提阿克斯骰子，现在就只剩1个了。第二，在更换武器或者拔出武器时被敌人打中，不再会被打断动作了这是一个非常友好的改动，能避免大家这个秦王绕柱的尴尬。第三，有多段攻击的连招伤害被加强了这让一些比较华丽的连招威力提升，让他们呢不再是一个鸡肋这是一个挺不错的改动让连招这个小系统能在战斗当中有更多的用武之地。第四，长柄武器的伤害以及威力得到了提升，这个应该是制作组所说的武器威力再平衡的一部分，鼓励玩家呢多去使用剑以外的武器我觉得挺不错的，可以让战斗风格更加的多样化虽然但是我还是会选择用剑。第五，提升了攻术经验值的获取速度，同时降低了近战经验的提升速度，这点呢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不然呢人还没到库腾堡呢，我们亨利的剑术都满级了。现在呢攻术升级加快了之后我们就可以更快摆脱前期手抖的毛病让潜攻流能够更早成型。第六，游戏当中呢新增了很多 NPC 的图标，比如说什么卖鱼的渔夫之类的这些以前都是不显示的现在呢都会标注在地图上了。虽然没有什么太多游戏性上的提升但是呢多了不少小图标还是蛮有意思的。第七，这又是一个被改了又改的小设定在 1.2 版本更新之后呢，快速旅行之后都会以步行的状态到达目的地，这一点呢是不在官方更新日志当中的。虽然我感觉它这个好像是一个改动并且缓解了前期遭遇强盗的时候被马匹强行掀翻在地的尴尬，但是呢很多玩家认为这是一个 bug果然在 1.2.2 版本更新之后呢，这个现象就消失了所以它确实是大版本更新新做出来的 bug。 不过呢现在好消息是这个 bug 已经被修复了。第八，这个小修复呢也不在官方的更新日志之中，但是经过我前后的测试，确定是一个 bug 修复是这样的，在塞米东北边的这个位置呢，有一个死去的马匹兴趣点，这其实是一个无标记的小任务，你可以发现一个受折磨而死亡的马匹。之后呢，就可以回去汇报给塞米的马贩，他呢就会给你一些奖励，
在旧版本当中啊，对话结束之后没有获得任何的东西啊，但是现在呢，终于可以正常的得到奖励了。第9，在炼金当中，最后从锅里倒出药剂的时候，新增了水流的粒子效果，这个呀增加了一些代入感。同时呢，炼金台的场景光照效果变好了，沙漏不再像之前那样有奇怪的反光，可以更好的观察沙子的流动状态了，算是对炼金体验的一次提升啊。第10，现在处于村庄当中，打开地图时，你会直接进入村庄的小地图，而不像以前停留在大地图了。这个呢，也是官方更新日志当中没有提及的一点啊。我呢不是很喜欢这一点啊，但是有些玩家觉得还不错啊。可能最好还是在设置当中加一个选项，让玩家自己决定打开地图的时候要缩放到最大还是最小啊，这样可能更合理一些。第11，博珍娜的小屋门口现在有了一个快速旅行点，这个改动非常棒啊。这个位置的周围有好几个草药的采集点，这个呢对炼金术士极其友好啊，可以时不时回来补充一下自己的这个材料库。第12，装备护甲或武器时呢，现在有专门的音效了，算是提升游戏体验的一个改动啊，增加了一些代入感。13，游戏终于修复了一些奇怪的中文翻译啊，比如说炼甲头巾，以前呢是奇葩的邮差头巾啊，现在呢终于是翻译对了。武装剑呢也不再叫军刀了，武器类型当中的短刀、长刀也都改正成短剑、长剑了啊。这些呢只是我发现的一些变化，大家如果还有注意到一些其他的翻译更正呢，也都可以到评论区来分享一下。第14，现在潜行数据优秀的装备呢，都给额外添加了一个黑色的后缀，让玩家呢更容易能识别它们。虽说之前直接通过图标的颜色也可以来判断，但现在呢在名字上直接就有了区别。从游戏性上来讲啊，肯定是更好了的。第15，玩家现在呢不会因为宿醉而头部受伤了，这个改动啊，我觉得蛮搞笑的。原本的设定呢，我感觉其实挺好的，头部受伤会降低亨利的属性啊，挺符合宿醉的时候啊那种想死的感觉啊。只不过呢，可能是太多玩家不喜欢呀啊，制作组呢最终也是给予了一些怜悯。第16，远处敌人呢现在在听到你的声音之后，将不会精准定位你的位置了，而是在一个大概的范围内进行搜索。这个呀，我估计是为了避免玩家故意用噪音吸引敌人精确定位，然后呢绕背进行偷袭。现在这个样子啊，找过来会有点误差啊，就没有那么好提前设计埋伏的地点了啊。这点改动呢还是挺不错的，既真实也提升了一些游戏性。第17， NPC 对犯罪行为的听力范围现在增加了，这个呢我没有感觉出来有什么差别啊，不过也算是略微增加了一点盗贼的难度。下一条第18，现在呢放入仓库的道具终于会显示赃物标记了啊，以前是不显示的，所以呢就不用像以前那样把它们一个个拿出来查看赃物属性有没有被移除，现在直接在仓库里面就能看到了，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改动啊。第19，现在睡在 NPC 的床上终于不会被拉去夹头示众了啊，占别人的床现在只会被骂一顿啊，把你赶走，不会被视为犯罪。这个呀是一个非常棒的改动，你就是占别人床位一下，至于去报官嘛？啊，之前那样子太小题大做了。第20，似乎啊现在夜晚的郊外新增了萤火虫，这个呢不在正式的更新日志当中，所以呢我也不是很确定是不是这次更新新增的。之前啊在夜晚的山林里面，我好像是没有见过萤火虫的。不过啊，不管是不是本次的更新内容，我都很喜欢这些萤火虫啊，发现它们呢很是惊喜。第21，增加了勒晕敌人的难度，被勒住的人呢也会发出更大的噪音。这个难度提升呢没有什么太多的感觉啊，因为原本前期勒晕就比较困难啊，但是到了后期呢，你点了这个力量上的暗杀天赋，就都没有什么难度了。啊，不过呢，被勒晕的时候发出更大噪音呢，应该是会提升一些难度的啊，会吵到其他的人，让其他人过来查看啊。不过这一点呢，还没有去实测，有感受的小伙伴也可以在留言里面分享一下。第22，锻造小游戏变得更简单了，这个有必要吗？啊，有吗？不是有手就能做出亨利级的武器吗？啊，这需要改简单吗？我感觉没有必要啊。啊，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啊？可以在留言当中讨论一下。第23，和 NPC 学技能的费用大幅降低了，
这是一个喜大普奔的好改动啊，不然大多数玩家呀都宁愿自己慢慢练技能，也不愿意花钱去学了。现在呢，技能训练师的意义啊就更强了，可以更加的帮助玩家提升自己的技能。第24也是最后一条，小灰的属性啊，在 1.2 刚更新的时候呢被削弱过一次啊，然后第2天的修复补丁出来以后又被增强了。现在呢，你在获得了这个老伙计小灰这个天赋之后呢，它的速度能够高达59，负重啊提升到了425，真正成为全游戏最强的战马。只不过不知道以后的更新会不会又把它给改弱回去呢？好，以上就是我想要分享给大家的本次大更新的部分改动。实际上的修复内容非常之多啊，有1000多条。完整的官方更新日志我也会放在视频简介当中，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自行查看。对于本次游戏更新，你有什么想法呢？欢迎在评论区一起讨论。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也请一定记得点赞、订阅并且转发。那么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